这里是 Dr. Q 带你进入四元素时空，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办一个案子，一桩物理学界悬荡了几十年的冷案。你想象一下，你是一位侦探，眼前有两大阵营，一边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另一边呢是那个很神秘的弦论。双方都说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秘密，但彼此之间，就像隔着一道深渊。这个比喻很到位哦。这道深渊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个四维时空。广义相对论在我们这个世界运作得非常好，但它在高能量下会破掉，就是数学上会处理不了。而弦论呢，它在10维、11维这种我们看不到的高维度时空里，那个数学形式美得像一首诗。但问题是，你要怎么从那首诗降落到我们这个充满柴米油盐的四维世界？对，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的方法听起来就像是，从那首诗里面随便挑几句你喜欢的，然后硬凑成一篇我们看得懂的文章。结果就是有无数种可能的文章，你根本不知道哪一篇才是对的呀。没错，这个就是所谓的模型选择困境。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篇论文，它的野心非常大，他不想再做这种东拼西凑的工作了。他想做的是找到一条唯一的、很严谨的路，从弦论那个云端上的诗篇开始，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地走下来。最终直接走到地面上，走到一个可以用实验数据来检验的十字路口。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像是跟着这位侦探，从弦论这个充满迷雾的案发现场开始，寻找蛛丝马迹。我们要看看他能不能只靠最开始的几条线索，一路追查到底，最终在真实的宇宙观测中找到那个唯一的嫌疑犯。好，两大阵营的100年战争，听起来这篇论文的野心真的不小。那我们就从他的犯罪现场开始看起吧。他到底是从哪里下手，才找到第一个突破口的？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他选择的起点可以说是非常不起眼，甚至有一点保守。他选了一个弦论教科书里最标准的设定，一张叫做 D3 模的东西。D3 模 ，OK， 这个我知道，就是最基本款的那种。对，就是那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无限大的纸，刚好铺满我们身处的四维时空。然后呢，它在背景里打开一盏非常微弱，而且变化很慢的灯。这盏灯在物理上叫做 B 场。等一下啊，这个设定听起来也太平凡了吧？就像是侦探小说一开始，主角居然是在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公寓里调查，这有什么好特别的？哈哈，这就是关键。正因为它普通，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显得不普通。当我们戴上低能量的眼镜去看这张膜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微弱的 B 场，它庞大的影响力几乎都被过滤掉了，最后只剩下2个小小的残影。残影？对，论文给了这2个残影非常生动的比喻，一个是时间方向的弹性变形，你可以想象成时间的流逝被装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弹簧，会非常轻微的来回伸缩。OK， 时间变成了弹簧，那另一个呢？另外一个是空间半径方向的旋转变形，就像在空间中以某一个点为中心，散布着一个极其微弱的漩涡。所以整个故事的第一个重大线索出现了，弦论在高维度留下的庞大遗产，到了我们这个低能量世界，居然只剩下时间弹簧跟空间漩涡这2个继承人。对，所以理论不是自己发明新东西，而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场景出发，发现世界自己选择，只留下这2种可能性。这就像侦探在平凡的公寓里只找到了2根不属于屋主的头发，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线索了。正是如此，这2根头发就是整个故事的种子。好，所以我们手上有了时间弹簧和空间漩涡这2条线索，但它们就只是2个物理图像，要怎么把它们变成一个可以计算的新的几何理论？而且这2兄弟的关系好像不太好，你刚刚提到他们不对弈，这又是什么意思？不对弈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但它的概念很直观。你想象一下，你的手上有一左一右2个开关，开关 A 的效果是让你身体向左转90度，开关 B 的效果是让你身体向前空翻90度。OK，如果你先向左转，再向前翻，
跟你先向前翻，再向左转，你最终头朝的方向会完全不一样。哦，我懂了，这就是不对应，操作的顺序很重要。对对对，所以时间弹簧和空间漩涡这两个操作，先做哪个后做哪个，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但这又怎么样呢？这跟建立一个新的几何理论有什么关系？这个嘛，就需要一个翻译工具了。论文在这里引用了一个标准程序，叫做 Sibert-Witten 极限。我们先不管数学细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非常精密的翻译机。一台翻译机？对，这台翻译机的任务就是把弦论世界里那种抽象的顺序很重要的规则，翻译成我们几何世界里一种更具体的东西。好 ，OK， 所以我们把弹簧和漩涡这两个不对应的家伙丢进这台翻译机，那它翻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手上用来测量时空的尺变了，它不再是一把普通的尺，不再是普通的尺。对，它变成一把带有内部指向的尺。在时空的每一个点，除了位置之外，还多了一个微小的看不见的内部罗盘。而这个罗盘上恰好就只有两个可以转动的方向，一个对应弹簧，一个对应漩涡。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太巧了吧？弦论这么复杂的东西，经过这台翻译机，最后留下来的遗产，刚好就是一个只有两个方向的内部罗盘。这感觉像是你拆开一只最新的 iPhone， 发现里面的螺丝居然是100年前福特 T 型车的规格。这两件事是怎么对上的？哈哈哈，你的怀疑非常合理，但更巧的还在后头。这个有两个内部轴，而且彼此不对应的数学结构，其实数学家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它有个名字叫做四元数。四元数？是的，所以四元数不是这篇论文凭空发明的，它是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语言。它告诉我们弦论留下的这两个残影，它们最自然的几何表达方式就是四元数。哇，所以这把新尺的使用说明书，居然是用100多年前的古老数学语言写成的。这听起来很激进耶，等于是我们修改了宇宙最底层的游戏规则。但这样一改，不会让整个游戏，也就是量子理论，当机崩溃吗？这就载出了论文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这套新规则的安全手册，叫做 PT 对称。PT 对称这个词我好像听过，但在这里它扮演什么角色？它是一个很方便的安全带，确保你的理论不会半路翻车吗？但这会不会也是一个补丁？是不是我们先看到理论快要坏掉了，才赶快去工具箱里找来 PT 对称这个工具把它修好？它在这个理论里是必然的还是方便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这里PT 对称绝对不是一个事后补上的补丁，它更像是一个出厂前的品质检验。当你引入像四元数这种比较复杂的结构后，传统的量子理论确实很容易出问题，算出来的能量可能会变成虚数，那就全乱了。PT 对称就像一道纪律，它严格规定你可以修改游戏规则，但修改后整个系统的物理量必须保持稳定可计算。它像一条红线，确保我们的新几何虽然长得奇怪，但仍然是一个可以被纳入量子力学框架的负责任的理论。所以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让这个新几何能够上路的基本驾照。完全正确，没有它，这辆新车连发动都不能发动。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侦探已经从案发现场找到了2个线索，透过一台翻译机把它们变成了一把奇怪的新尺，还给这把尺配上了一份严格的安全手册。接下来，我觉得是整个办案过程中最漂亮的一步。通常我们建立模型是先假设一个形状，再去计算它的效果。例如，我们会假设那个时间弹簧是怎样震荡的，但这篇论文反过来做。没错，他接下来用了一个更厉害的工具，叫做谱作用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超高频的显微镜。这台显微镜不只能看到时空的位置，它的探针还能感觉到四元数的内部方向。
他的工作不是去验证一个假设，而是去扫描整个几何结构，然后问一个问题：嘿，在你们这个带有4元素的奇怪时空里，什么样的形状才是最自然、最省力的？所以他不是拿着照片去找人，而是直接问这个时空：你长什么样子？那时空回答了什么？当这台显微镜把扫描结果展开之后，答案自动就跳出来了。他说，在时间方向上，最自然、最稳定的模式就是简谐震荡。你说简谐震荡，就是我们高中物理课本里学的那个最简单的弹簧震荡，就是那个。这太神奇了。所以理论的最佳解，居然是自然界最常见、最基础的一种模式。那空间的漩涡呢？空间方向也是一样，扫描结果显示，最自然的形状就是一个强度随着距离倒数，也就是1r慢慢减弱的长尾巴。这意味着什么？这2个最重要的轮廓，时间的震荡方式和空间的衰减方式，都不是研究者硬塞进去的假设。他们是这个几何框架自己认为最稳定、最自洽的输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就像你问电脑一个问题，它不但给你答案，还顺便帮你把问题问得更漂亮。研究者真正能自由选择的，只剩下这2个模式的音量大小，也就是它们的振幅，而不是它们的曲调。你的比喻非常精准，这也让这个理论变得非常干净。它大大降低了模型的武断性，理论自己排除了无数种可能的形状，只留下这2种。OK， 这听起来在理论上非常自洽，但物理学家总是很担心一件事：量子修正。会不会我们现在看着很干净，但只要一考虑量子世界的涨落，这个模型就又会长出一堆新的参数，变得乱七八糟，无法预测。论文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进行了所谓的异回圈重整化检查，这就像是对整个理论进行一次压力测试，看看它在量子效应下是否还能保持稳定。结果发现，虽然过程中会冒出一些看起来很讨厌的反常项，但它们可以被一个唯一的固定的修正项完美抵消掉。更漂亮的是，这个修正项本身也遵守 PT 对称。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这个模型是稳定的。那2个代表音量大小的参数，我们称之为 epsilon0 和 epsilon1， 不会因为量子修正而乱跑。这代表只有2个参数可预测，这个说法不是一个口号，而是通过了一次严格压力测试后仍然站得住脚的坚固结构。好的，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的侦探从弦论的模开始，一路走过4元素几何、PT 对称，再到谱作用量，把所有复杂的线索最终锁定在2个嫌疑犯身上 ，epsilon0 和 epsilon1。现在要怎么在真实世界里逮捕他们？我们要怎么去验证或推翻这一切？这就是整个理论的最终收束点，也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所有前面那些复杂的物理，最终被压缩成2个可以被测量的数字，而这2个数字会同时在10度差异极大的观测中留下痕迹。论文用了一个很酷的词来形容这个情况，叫做跨通道的连锁追杀。跨通道的连锁追杀，这名字取得真好，完全是电影等级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理论不是躲在某个单一的实验数据后面等着被发现，它反而是同时在好几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留下了同样的指纹，像是宇宙的开端、星系的边缘，还有我们实验室的桌上。完全正确。比方说，代表时间弹簧振幅的 epsilon0，它会在2个地方留下线索，一个是宇宙微波背景，也就是 CMB， 宇宙大霹雳的余晖，它会让温度的分布产生微小的调制。另一个则是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用最高精度的原子钟去做测量，它会让时钟的频率出现极其微小的漂移。所以一个是在宇宙138亿年的尺度，一个是在我们实验室1秒钟的尺度，但追的都是同一个嫌疑犯 epsilon0。那另一个 epsilon1呢？代表空间漩涡强度的 epsilon1也一样，它的一个线索藏在星系的旋转曲线里，特别是那些暗物质晕很大的星系，它那个 1r 的长尾巴会稍微改变星系外围的重力。OK，
另一个线索则可能藏在未来的重力波观测里，它会让不同偏振的重力波产生微小的相位差。我明白了，这就等于是说，如果你在宇宙微波背景里看到了一个可疑的讯号，这个理论会立刻预言，那你手边的原子钟也必须看到一个对应强度的讯号。如果你在星系旋转里发现了异常，那重力波探测器也必须要能看到对应的效应。对，如果它们不是成套出现，整个理论就直接被推翻了。这就是可否证性的灵魂。你不是在读某一个实验刚好能看到什么，而是做出一个非常强的捆绑预测，要么都看到，要么都没有，不成套就出局。所以这不是一个空泛的理论，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10年可否证窗口。随着下一代 CMB 实验、原子干涉仪和第3代重力波探测器的数据越来越精确，这个由 0 和 1构成的参数空间会被越压越小。这真的是一个不成功变成人的局面呢。我觉得这篇文章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它很接地气。他没有画一个大饼，说我们要盖一台能看到普朗克尺度的超级加速器才能验证。他反而说，别等了，未来10年，用我们手上就快要有的新一代望远镜原子钟，就能把它逼到墙角。结局会非常干净，要么这个窗口被压缩到0，模型被排除，要么我们真的在一个极窄的区域里发现了成套的讯号，那物理学可能就要迎来一场革命了。今天我们跟着这位侦探走完了一趟非常清晰的办案旅程，从弦论那个迷雾缭绕的案发现场出发，只捡起了时间弹簧和空间漩涡这2个微小的线索，接着用4元素这门古老的语言解码，在 PT 对称的规则保护下，最终把所有嫌疑锁定在 ε0和 ε1这2个参数上，等待着未来10年全球各大实验室的数据来做出最终的判决。这篇论文确实关上了一扇门，它证明了从弦论到可检验物理的这条路，不一定需要充满随意的猜测和补丁。至少在这个设定里，你可以走得非常克制，非常封闭。但它也打开了更多新的问题，这也是我想留给你思考的。如果这种带有微小内部旋转的几何是真实的，那么在像黑洞这种极端环境的周围，它会不会留下一些独特的毛发？这些特征是否能被未来的重力波观测到？这确实是个很迷人的问题。或者在更贴近我们生活的尺度，这种微小的几何相位效应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量子资讯或量子通讯技术中扮演意想不到的角色？我想说的是，这个理论最大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最终是否正确，而在于它把一个深刻的几何选择从哲学思辨的范畴拉到了一个可以被数据决定的、可被否证的赌注上。而自然界究竟会不会压上同一边，就让我们交给接下来的实验数据来回答吧。